此刻的你，是不是正怀抱着心爱的猫咪，和它一起享受惬意的时光？今天悠游诗画和大家分享古画里的猫，还有那些古代喵星人们的故事，欢迎大家关注。古时候，人们把猫也唤作狸，而家养的猫用来捕鼠，被称为狸奴。本期视频里会多次出现狸奴这个词，指的就是猫猫们。2018年，由日本美协上拍了一套轻工彩绘狸奴影册页，画册里有10只姿态、品种各不相同的猫咪，每张猫咪的画像下方都有落款陈爱启蒙工会。这套画册是由乾隆年间的西洋宫廷画师爱启蒙为乾隆皇帝绘制。由此可见，画册里的10只猫是乾隆或是后宫比较受宠爱的猫咪。波西米亚人传教士爱启蒙于乾隆10年来到中国，师从意大利传教士兼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他很快便学会了将西方绘画中的油画写实风格与中国绘画里的文人清雅的东方审美相结合。于是，爱启蒙很快受到了清廷的重视，入召宫廷画院。接下来，我们细细欣赏一下这10只活跃在乾隆后宫的狸奴们，也看一下它们各自好听的名字，是不是比我们现在给猫咪们起的名字风雅多了？而且缀的是满汉双语，俨然是紫禁城里正正经经的一员。清代皇帝和大多数满人一样喜欢养狗，但猫依然是后宫的宠儿，成为妃嫔们排遣寂寞时光的最好陪伴。近几年在网络里走红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猫咪们，或许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翻看这本约300年前的紫禁城里的猫咪的影集，感觉是这些小精灵们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今天。爱启蒙的狸奴影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只叫妙静狸的猫咪的画作。这只猫的品种、姿势以及神态都像极了一张传为宋本的狸奴蜻蜓图里的猫咪，而后者这张狸奴蜻蜓图又呼应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的狸奴图。这3幅图都采用了动物前爪微微抬起这种在宋代对动物的典型的写生技法。爱启蒙有没有见过并受到宋本狸奴图的启发？这3幅猫咪画作之间有没有联系？里面的故事已经遗失在了历史之中，却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空间。养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4猫纹7石盘，证明了当时人类的生活里已经有了家养猫。到唐代时，宫中设有猫史，专门把养猫这件事升级到了政府层面。宋代更是把养猫提升到了一个礼仪、时尚和美学的高度。礼仪是指宋人为了要养一只猫，可是要用盐或者小鱼来当聘礼，名正言顺地请猫进家。陆游诗里写的果盐赢得小狸奴，果盐就是给猫主人的聘礼。时尚是说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记载，开封和临安市场上有专门出售猫、猫食和猫周边产品的商贩，所以养猫不仅是宫廷爱好，也普及至民间百姓。从美学上来说，以猫入画自隋唐就开始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绘在木石的壁画里。到了写生绘画巅峰的宋代，猫成为了画家们钟爱的题材。人们观察到猫闻到或者吃了薄荷草会产生兴奋和像醉酒那样的状态，于是许多画家都喜欢将各种花草和猫猫绘画在一起，来展现猫醉薄荷的趣态场景。
猫和蝴蝶与长寿的同义词耄蝶谐音，于是耄蝶图也是诸多画家钟爱的吉祥的主题。其中爱艺术不爱江山的宋徽宗赵佶就特别喜欢画这个题材。米芾的画史和徽宗编录的宣和画谱里收录了不少关于北宋画师的猫的杰出的画作。遗憾的是，历经千年，这些画作没能最终流传下来。明代嘉靖帝朱厚熜是有史以来嗜猫最盛的皇帝，他特意设立了猫儿房，用来喂养他从各地收集来的猫咪，这也是御猫房的开始，并延续到了后来的清朝。传说嘉靖帝亲自以帝王的身份举行仪式，敕封爱猫为囚龙。囚龙死后，嘉靖皇帝特别伤心，把它埋在了万寿山，并把猫的墓命名为囚龙冢，立碑祭祀。而最能让我们感同身受猫奴心态的，还是要说回到南宋大文豪陆游。陆游一生写了10多首有关猫的诗，他用他才华横溢的文字，让我们体会到了原来忧国忧民、悲愤深情，写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爱国大诗人，其实私下里宠猫的样子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晚年的陆游官场失意，长期谪居老家浙江绍兴。为了解决老鼠咬他书的问题，他先是下聘礼，果言赢得小狸奴，又给他起名小老虎，唤作小鱼图，满心欢喜地夸赞自己的猫不但能够捕鼠，古勇遂能空鼠穴，看护他满屋子的书，护尽山房万卷书，还不贪玩，不像花间捕蝶忙。不过面对心爱的猫咪，陆游却心怀愧疚起来，惭愧家贫策勋帛，寒无沾作食无余。因为家贫，无力后养猫，不能给猫咪软软的垫子和小鱼，满心觉得自己亏待了人家。养一只不过瘾，陆游后来又聘来了2只猫，一只因为其鼻头粉嫩，取名为粉鼻，另一只从邻村得来的雪白猫，取名为雪儿。他的一首咏猫诗，得猫于径村以雪儿名之细为作诗，尽显了他对雪儿的喜爱和依恋。似虎能圆目，如居不服圆，但知空鼠穴，无益喂鱼餐。薄荷时时醉，渠书夜夜温。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说雪儿像老虎，能爬树，像小马但不拉车，尽除老鼠而空，却从来不是因为鱼贩的赏赐，是个大功臣啊！闻了薄荷，犹如喝醉的样子，太可爱了。夜里还陪伴我，给我温暖。他是前世跟着我的书童吧，伴我在山村里老去。陇客寻安否？狸奴伴寂寥。写到这里，感慨我们很多时候也像陆游一样，不得已被诱困于家中，或看到家国动荡，却感到无助和无力。这个时候在读陆放翁的诗，怀里抱着带给我们无数陪伴、无限慰藉的猫咪，不禁能对他的心境感同身受。